要知道，这样的古装大剧对于观众来讲，男女主的搭配组合上是最重要的。好的搭档组合能够带动起电视剧的热度，也能够用自身的人气和名气拉动电视剧的影响力，这也是一件双标的好事情。张晚意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演员确实是需要作品来提高自己知名度，最起码和如今杨紫的名气相对比来讲是有些不对称的。不过要知道，早前的杨紫可是带红了邓伦和李现的，只可惜青簪行因为吴亦凡的原因不得不暂时搁置，但余生的到来就是个最好的证明，剩下的就要看剧情如何了。再有就是他和杨紫之间的搭档会不会给观众们带来一种好的视觉效果，如果二者兼具，相信张晚意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尽管当下有不少人对他争议纷纷，大多数的人也都觉得他和杨紫的名气不相符，可演员不就是要从角色中来演绎出自己的魅力吗？观众们也会被他们的角色所吸引，从而成为粉丝，这都是要看剧情和人物塑造的。本来大家是想要从定妆照中来一睹男主风采的，可是没想到却意外的让男二谭健次口碑爆棚，这是不是有种想抢戏的感觉呢？但若是要提起他的成名作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困难了呢？这其实也是演员们一个非常致命的点，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拿到主角身份，否则那些配角要由何人去演绎呢？不过在这部剧当中，之所以会邀请张晚意和谭健次这样知名度不算高的男主来演，想必也是因为大女主的戏份吧。杨紫如今的名气是绝对能拿得下大女主身份的，只不过在损失掉青簪行之后，在沉香如屑不太被看好时，杨紫是不是还能够独挑大梁呢？毕竟每一位演员都不能够预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再次得到观众认可，哪怕有高人气搭档选手在，可如果剧情不受欢迎，角色演绎不出彩的话，说什么也都白搭。